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等等。今天我们不会先聊马股，小编决定做一次番外篇。今天我们来做吃瓜群众，我们来看看美股最近很火热的 GameStop 事件。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小编了，看看蚂蚁团结是怎样吞并大象的，和让霸权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首先，小编先来简单的说说这个 GameStop 是个怎样的公司，为什么它会成为这一次的焦点和主要的战场呢？和这一切都是由什么开始的呢？今天就来让小编我给你们讲故事。首先，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回到2019年，一位叫 Deep Fucking Value 的用户在 Wall Street Bets， 也就是之后散户的大本营 post 了一张他购买的 GameStop 公司的看涨期权。当时没人能明白他的举动，因为这家公司是一家未来展望不是那么好的公司。之后，这位网友也在未来的1年内的每一个月 post 一次他的 call option position， 并打上 YOLO GME。当时的网友都是对他冷嘲热讽。那么其实当时不只有这一位网友发现并购买了这个 GameStop 的 call option， 还有著名电影 The Big Short 里面的主人公 Michael Burry 也买入了这个 GameStop。此外，这家 GameStop 也吸引了一些大亨，例如 Ryan Cohen、Chewy 的创始人等等。也因为这样，这家公司逐渐的进入了大众的视角，也开始在 Reddit 中发酵，从4美元升到了8美元，再升到了12美元，期间只用了1个月。而且在2020年12月 ，Ryan Cohen 的公司也收购了 GameStop 的900万股，因此他和他曾经的2位同事也成功进入了 GameStop 的董事局。那么事已至此，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这家公司，而且 GameStop 不只是一家简单的公司，它也是许多美国人童年的回忆，因为他们是卖硬体游戏机的。也因为这样，这家本来只是一个人每个月在 Wall Street Bets 里面的 post， 越来越多人进场了，而这个雪球也开始越滚越大。那么说完了投资者的角度，我们来看看对冲基金的那方面又做了什么。自2019年，其实对冲基金就不断在做空这家公司，而2020年 GameStop 流通股做空率一度超过了 90%， 截至目前 GameStop 已经被做空了 140%， 这是非常疯狂的。 GameStop 毫无疑问成为美股市场上被卖空最多的公司。那么做空基金为什么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40%， 难道他们不怕做空了到时候没有办法把票子买回来吗？在这里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做空就是先借别人的票，然后把它高价卖出，之后再低价买回还给那个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股价下跌的时候赚钱。而 140% 的做空率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说，如果市场上有100张票，而做空基金已经借了140张，听下去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对的，美国就是可以这样。那么如果接下来他们买不回票还回去怎么办呢？结果就是 GameStop 的票将会一票难求，股价大飞跃。那么为什么做空机构还是会去做空 140% 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散户并不会团结起来对抗他们，他们坚信 GameStop 这只股没有翻盘的可能，而就算它涨了，空头也有信心把做空的股票从市场上买回来。他们心想，反正自己资金足够，不相信散户获利后会不出局。那么看清楚了空头基金和散户们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来更进一步的看现在的局势。首先，散户的代表团，也就是 Wall Street Bets 这个团体，也称为华尔街赌场，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散户，而是联合起来的有根据的有信仰的团体。这里聚集着一群不信奉理性和价值投资，妄想一步登天大发横财的狠人，亦或者叫做赌徒。在这一次行动中，他们让华尔街感受到了真正的痛楚，因为 GameStop 的股价一路飙升，他们也纷纷在他们的 Reddit 论坛中晒出他们那数十数百倍的收益。
此外，世界富豪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也在推特公开响应这场号召，因为他的公司也曾经是空头们的目标，这也让华尔街的空头基金坐不住了。而 Citron Research 是最先急眼的，直接发了一条推特，直指 GameStop 只值20美元，但是此举立刻触怒了正在兴头上的散户们。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就吹起了号角，散户们一声令下，集体冲进股市，大买 GameStop 的股票和 Call Option 看涨期权，全体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暴力拉涨，狙击基金和机构，你买我买大家买，把市面上的股票全部扫光光。为的是什么？并不是把股价推高。我看到很多人都说这些散户进场，说他们住套房，其实这并不完全是哦。继续看下去，小编我之后会为你们揭晓答案。那么继续说故事前，先让小编打个小广告。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始投资的话，可以像小编一样在 M+ 这个股票平台开户口哦，因为最低水钱只需要 0.05% 就可以开始投资你的第一只股票了，这也是业界最低的水钱哦。此外，一个好的 reminder 也是很重要。那么小编是和 M+ 新办安巴的 Head of Branch 佳佳开户口的。不仅如此，佳佳还得到2018年的 Bursa Best Reminder Award 的第3名哦，服务完全一级棒。除此之外，他也是 M+ 唯一拿到这个奖项的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那么继续我们的故事，这一次散户们的集体行动简直是令机构们傻眼了。就在1月22日 ，GameStop 收涨超过51%，报价65美元，且还因为波动性过大，股票一度触及熔断。而当天 GameStop 的成交量超过 1.97 亿股。是它30天平均值2380万股的8倍，而此时的空头们知道痛了。之前叫嚣散户的 Citron Research 宣布停战，表示将不再对 GameStop 发表意见。另一边厢，身家100亿的明星对冲基金 Melvin 就更惨了，被散户们打得头破血流，而不得已向同行2家顶级对冲基金 Citadel 和 Point72 求救。得到了27.5亿美金的续命资金。此时，从 Melvin Citadel 的举动就知道，华尔街大联盟并未打算善罢甘休，他们选择继续增加空头空仓，这也就在他们的棺材上打入最后一根钉子一样。赢了一世的空头，这一次并没有预测到未来的发展。在散户那一头，还记得最开始的那一位网友吗？ Deep Fucking Value 在网上晒出了他的收益。他之前在 GameStop 的股价最低点买入了5万美元的看涨期权，17个月后5万变成了1117万，涨了足足210倍。此时，这个消息就像一支强心针，打入本来已经亢奋的散户心中。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散户们的热情彻底爆发，开始了新一轮的讨伐，疯狂购买看涨期权。也在本周 ，GameStop 的股价迎来了一个3连跳，周一收盘股价还不到80美元，周二几乎翻倍到了150美元，而到了周三直接飙到最高的380美元。就在3天内 ，GameStop 涨了438%。随着 GameStop 的股价飙涨，空头们欲哭无泪。根据 S3 Partner 的数据显示，仅周三一天，卖空者在 GameStop 上就损失了143亿美元。之后 ，Melvin 也表示不玩了，钱你们拿去，直接平仓出场。这也表示 Citadel 和 Point72 用27.5亿买了个寂寞。那么战争来到了这里，散户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给了这些空头当头一棒。但是华尔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放过你们这些散户呢？华尔街开出了第一炮。首先，纳斯达克交易所公司称，他们会监控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如果发现言论与股票的异常表现相关，就会暂停股票交易。
如果确实认为存在股票操纵行为，他们将与美国金融监管局和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而且白宫也紧急发声说，美国财长耶伦和拜登的经济团队也正在密切关注围绕着 GameStop 异常交易的活动。与此同时，散户们的大本营 Wall Street Bet 在 Reddit 和 Discord 的服务器也被暂停和永久移除了。年轻人不讲武德。就在美国政府及权贵的第一轮狂轰滥炸之后， Wall Street Bet 概念股全军覆没，一夜暴涨300%的 AMC 院线跌超过40%， GameStop 跌超过26%， Express 跌超过37%， 而黑莓跌近27%。就当大家以为美国散户这轮即将惨败之时，坚强的散户证明了他们百屈不挠的精神。就在他们的大本营 Wall Street Bet 服务器被关闭后，随后迅速变为私人页面，让热潮再次崛起。回归后 Reddit 的追踪量也从之前的200万在短短几天内上升到了600多万粉丝，这也让散户的情绪势如破竹，再次把 GameStop 的股价暴力拉涨，直到熔断次数多达17次，股价一度上升超越480美元，直奔500美元而去。但是如狼似虎的华尔街怎么可能只出击一次呢？第二炮随之赶来。就在周四，有散户大本营之称的线上证券 Robinhood 宣布对 GameStop 和 AMC 等多只股票限制交易，只允许用户卖出股票。而曾为倒下 Melvin 雪中送炭的对冲基金 Citadel 也是 Robinhood 的最大客户。另外，美国本土多家证券商也禁止了部分此类股票的开仓交易，他们就像在游戏里打不赢你就直接拔掉你的电脑插头的小屁孩一样。这也让对冲基金不受限制，而散户的交易通道却几乎被封死。涨到一半的 GameStop 果然应声下跌，截至收盘 GameStop 大跌44%，股价从将近500美元直接腰斩到不到200美元。你以为这就完了？现在的散户心里就只有一句话：没有投降的散户，只有战死的散户。美国券商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受全民指责， Robinhood 的应用评分甚至跌到了谷底，引发集体诉讼。而迫于压力， Robinhood 也发表声明，宣布将于周五有限恢复 GameStop 等股票的交易。消息一出， Wall Street Bet 概念股盘后又开始大涨，高达109%，股价又回到了400美元上方。那么这时候，很多马来西亚的股民就会开始说了，散户又要住高楼了，股价飙升的那么高了，还买入做什么？如果荧幕前的你也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容许小编分享我的愚见，现在散户的策略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 short squeeze。 这个情况出现就是当一个股票过度做空，而空头无法买到股票还回去给借来的人时，空头们就会以高价收购股票。而现在的情况就是散户联盟把股票都抓在手上不放，而过度做空的基金在没有办法之下就要高价回购股票，这也就是为什么股价一路飙升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现象还未真正的体现出来，而这个现象可以去参考之前大众汽车 Volkswagen 的案例。那么这个第二个现象就是 Gamma Squeeze，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卖了 call option 给散户的 market maker， 他们必须要买母股来对冲，而现在他们面临母股被散户抓着不放的命运，也是只能高价收购母股。而此时如果所有散户都同心协力选择不卖，接下来散户就会有议价的权利了。所以做一个有智慧的股民，不要再说散户住高楼了，这一轮是轮到基金住上了高楼。小编觉得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案例，也将成为历史上鲜少的案例。这是一个蝼蚁打败大象的例子，虽然这也不能说足以打败华尔街，但是这股精神已足够让他们吸取教训，而且不会轻视散户的力量了。那么你们觉得接下来散户们
会继续把票子握紧，跟空头们一战到底吗？如果你们手上抓着 GameStop 的票，你们又会怎么做呢？请到留言区踊跃发表你们的看法。如果喜欢小编我做这种番外篇的股票讲解的话，请点赞、关注、支持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